如果是画出来的话，哈，应该是非常的漂亮。为什么呢？相对而言，它也比较丰富。你看，我们这个水啊是很出彩的。现在大家看这个水，还觉得哎，这个水你看浪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很亮，也很漂亮。但是，哎，这个山石也很亮，是吧？你看山石的这个亮，包括树的这些亮。就把这个水怎么样来，在抢它的在抢它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就要通过干染，把这些先染一下。这里先调点颜色。正好这2节课啊，老师画的这个4尺横幅的，有水、有房子、有树、有山石，相当于之前的一些课件的一个组合。中间正好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，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一下。你看，首先我们就要观察一下，我现在要干染这个树啊，大概有多少，然后再决定这里来几笔水。是吧？现在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有水哈，但是一会儿我把这个，你看一加了以后，你们就能感到哦，这里面是有水的。你看，首先这个太极蓝。胭脂，要把它充分的搅匀了，就是你不要这些颜色哈，到时候还有些残留在笔中，那就容易出问题哈，你比方说，有时染着。哎，笔里面还掺插一点没有调匀的这个胭脂色呀，或者朱标色呀，或者太极蓝的颜色呀，它这个一下子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，就是不注意就会出现一条一条的颜色，这就很麻烦了哈。你看我们现在调好以后，这个颜色很深的哈，调好以后。干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些稍微染一下染什么地方啊？首先，大家可能看到我这个颜色很深，但是不管这个颜色再深再怎么样哈，那一定要注意它的覆盖能力啊。就是不要调太厚的这些颜色，你比方说，这个山绿色呀，这些颜色它的覆盖力很强，是吧？你就不要把这些颜色把它调的太多。好，这个干染，你看很重要哈。我们干染呢，它这个颜色呀都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只有把它干染好了以后。那整个这才舒服哈。这时候有些学员肯定要问了，反正我们都要打湿了烘染的，为什么不打湿了烘染呢？大家看我在染的时候，你看我要把这个树感衬出来，我就是刚好到这里，刚好染到这里，是吧？树感完全就怎么样了，就衬出来了。但如果是湿染的话，那就没这么好控制了。你想的是，我把这里染到这里，但有可能一染了以后，由于这也是湿的，这也是湿的，它就有可能颜色怎么样呢？叫跑进来，这跑到这里面来，就跑得不舒服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要注意哈，这个，你看，我们将就这个颜色都可以把这些稍微染一下，都可以把这些就笔上现在多余的颜色稍微把它染一下，把它。染了以后，我看看还有一些颜色，有些需要深的地方，你比方说
啊，像这里更加是要注意了，就染的时候啊。一定要注意这个笔上的水分啊，要把这一块染的比较深啊，包括这靠近这个边上的房子，都把它染的比较深一点。因为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哈，这个画画呀，啊，特别是我们彩墨山水，有时候啊，像这种类型的山水，一定要把它染的怎么样呢？就是反差，要该深的地方深。该亮的地方亮，如果你该深的地方不够深，啊，你比如像这些地方啊，像这些该深的不够深，然后该亮的地方呢又不够亮，啊，然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让这个画面感觉到非常的灰。好多人学员，你看画出来的作品啊，他就是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老师画出来的画，为什么看到这么舒服、厚重、有层次啊？为什么我画的画？这个就显得特别的灰，特别的脏，就有这个原因哈。其中该亮的亮，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。当然脏的话，这个一会儿我们也要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哈。好多学员他在画画哈，画了以后画面上特别显得脏。这个画面很脏，是我们这个画好彩墨画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样呢？就是首先我们彩墨山水要给别人以美的享受，千万不要怎么样呢？不要说，哎，我这个画的画，一看到脏兮兮的，现在流行一些脏画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参展也好或者怎么样，都流行黑画、脏画，他画的越脏越黑啊。你感觉他觉得画面上才有艺术感，但是我们彩墨山水不追求这个哈，特别要注意就是它的衔接，什么衔接呢？就是你看这个树，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树衬出来？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笔上的水分就要少啊。如果笔上水分比较多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先去染这些地方，先染这些地方。好，染着染着，笔上水分，它染一笔肯定就会少一点，再染这些它跟它衔接的地方，这样子这个画面就容易控制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盘子里还有一些颜色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拿来染一下这个水中的石头。可能有些学员说了，老师，我们水中的石头不是之前都染过了嘛？那是之前是为了这个给大家看出效果4个步骤一气呵成，说让大家可以看到。现在呢，就是说染好，即便你染好了，我们根据画面的需要，在干染的时候啊，哪怕是湿染的时候觉得不够，都还可以再怎么样呢？还可以再染它。本来我们基础班是不应该给大家画这么复杂的，就这么复杂的画面，因为很多才开始这个学习的小白的话，刚刚学了基础，突然一下子就来一张这么复杂的，他看不清楚。但是呢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画总归来说，你要让不管是初学者也好，还是这个有一定基础的也好，是吧？让大家多看。你现在肯定画不出这种感觉，但是你可以去感悟，你可以去感悟一下。所谓见多才能识广，是吧？我一直给大家说，我们画画就要做到3多1少。第一多就是要多看。
只有你多看了以后，哎，你心里才有个数哦，原来这个画是这么画出来的，是吧？原来这个画是这么画出来的，这样子。你看，我现在又把这个再染一道以后，大家觉得这个水是不是更加厚重了？啊，一会儿我再调一点稍微淡一点的颜色，再把这个水的层次再把它染一下，你们再看这个水就出来了。像这些都是要注意，它就是要利用这个深度去把这个水啊衬得更加的漂亮。所以说笔上的水分就一定是要怎么样呢？一定是要非常的怎么样少啊！如果这个时候笔上水分多，一染它哗跑出去了啊，然后这么很漂亮的水却跑得一塌糊涂，那就不好看了哈。所以说用笔上。好，把这个染好以后，我们还有一点颜色，把这旁边你看我们在染的时候，哪怕是有时候一点，就是专一点这个小的流水，哎，都要把它染的很注意，就不要跑出去，这一点是很精彩的。就是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哎疏密关系，这边好像很多水是吧？这边很多水，这边就是一丝水下来。一小股瀑布的感觉，你看这出来是很舒服的。这块石头蛮大的啊，就不要像别的这样子的，哎，把它全部染了，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大片，这个都是要染比较亮的颜色。啊，虽然这里也要染绿色，但是它会比较亮一点。它呢就作为一个什么，就是这一块石头啊，就作为它们一个呼应啊，不要突然一下子这里很亮，这里就很深，反差很强烈，那也不行哈。好，把它画好以后，我们这边这个将就这里还剩了一点墨，我们把它用了，哎，该深的地方都让它比较深啊。这呢，现在目前也是就是将就把这个颜色呀，就先把它用了。刚刚调的这个颜色就把它先用掉。哎，这些都要特别小心染的时候。靠近下面一点呢，就可以稍微擦一下，有点感觉啊，正好笔上呢有点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染好以后，然后呢，
我们就再调点颜色。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大家看，我刚刚调了很多的颜色哈，基本上就通过了这么一个这个哈，哎，大家看我这个盘子里，基本上颜色就没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蘸1笔水、2笔水，是吧？这个水分一会儿我给你们看我画就知道，我每次蘸多少水是根据画面的需要，来蘸的。你比如说我如果现在画一张6尺的，那我有可能的话，我会蘸比较这个多的水，因为我纸上要用这么多。我现在是4尺的啊，虽然数还是很多，哎，但是你看就蘸了2笔水，这水蛮多了，就够染很多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再加太极蓝，加一点点胭脂，刚刚这个好，加一点点胭脂，山绿，橙黄，哎，你看，就目前这个颜色哈，就比刚刚第一层颜色就要怎么样呢？就明显就要亮很多。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不加胭脂的话，可以适当加一点点珠标。这个时候大家看哈，我加了珠标，你们是看不出珠标的。珠标色这个时候就属于降火的颜色，因为它是在冷色调中间去降它的火的话，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有珠标，但是加了珠标，它色彩就会怎么样呢？柔和很多啊，柔和很多。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，刚刚这个是染树哈，染树也是分4个步骤哈。第一个步骤就是染深的，在它的1/3处左右去染它。第二个步骤，哎，亮一点的。稍微亮一点。一定要记住哈，我们在染的时候要怎么样呢？要把第一步这个给它过渡一下。大家说怎么样过渡哈？你看我这里染的是这个位置上，差不多说1/3处。我在染第2层的时候，我的高出它的同时，我还跟它很好的衔接，这就叫过渡。就不要怎么样呢？我染到这里，你刚好跟它衔接好，就不管它，下面就不管，这样子就会使这个脱节啊。你看我们这染出来以后，它整个来说由深逐步到亮是很好的一个过渡哈，很好的一个过渡。后面这些就稍微用第2步就统一把它染一下让这个后面不要它分叉呀，或者太均匀了不要太均匀了。现在我们这个染了以后，在第2步的时候，我们去染这后面淡的这个颜色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就没有去把这个，就没有去用深的颜色去染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是远处了这里是远处了，就不要用这么深的颜色去染，它是远处的，所以说我这里看就稍微淡一点。而且你看我是怎么染的，是这样染的，因为这里是个平台，它是一个这个好，揉它逐步过渡，但是我这里染过来以后，大家看这一条就明显是一条横线，那怎么办呢？马上就把它过渡一下，破一下，是吧？这样子出来以后，它就自然协调了。有些需要它过渡的，你看后面要蹭它一下，就需要
这些颜色把这个树啊把它衬出来的时候，就特别要小心啊，就特别要小心，一定要利用这个深的颜色，把前面树的颜色把它好好的衬一下。来，把这边再染一下。像这些在染的时候，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染。哎，你看，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染，你会到时候染好以后，它就是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有立体感的一个块面。通过它把桥啊，把后面的环境色呀，就全部就过渡了。到时候一烘匀的话，这就很简单了，是吧？染的虚一点。至于旁边这些树啊，其实他们就不要它太那个。不要它太清晰，到时候统一的边缘就把它都染了。你看，把这个染了以后，这里还剩点颜色，就将就染这里，但在染这里的同时，我要加点颜色。因为这边的颜色就有点偏赭石色了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要将就这个颜色，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。我加一点珠标，一下子，哎，你看这就是属于加多了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所以说每次我就说，因为我为了让你们能看到，我是把那个盘子啊，其实离我很远的位置，每次我要把手撑得很长，有时候不好控制啊。我自己画的话，我会把这个。离我近一点，这上扩呢，有时候它有上扩的一个这个哈，但是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啊，这都很简单的事情，都可以处理好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再加一点点，就是加一点点，不要加多了，不够我再加，是吧？不够我再加。好，基本上你看就有点偏，这个不要太深。调这个颜色的目的是什么样呢？就是为了第一，我们这个前面这些哈，它是有偏绿色。对吧？你就不要突然一下子，你把这个山就染得非常的红，非常的这个亮色，非常的亮，那就太不协调了啊，那这个反差太大就不舒服。我们画画，我一直给大家说哈，画画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，这些关系不光是我们这个在墨稿的时候啊，这些，比如我们画墨稿的时候啊，这些的处理关系哈，同样做色也是在处理关系啊，各种颜色的协调啊，这些，你看我把这里稍微染一下以后，马上这个水就怎么样了，就突出了，是吧？你看把这条路啊也把它突出出来，这边。这里有点浪花，好，要注意，染了以后，哎，鼻上没什么水分了，才去染这个边缘。
这时候笔干了以后擦一下，擦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我们再染第二层的时候好过渡的。把这里过渡一下，好，把它染了以后，上次这个已经有染了，基本上差不多也可以了，但是我还是稍微的将就这个颜色把它染一下。哎，稍微把它染一下。主要是怎么样呢？就这个颜色，它可以和后面啊很好的衔接好。你看这里把它脱下来，这些染的时候都是要特别小心。好，基本上染到这里，基本上呢第二步就染好了。